3月份有120亿美元从全球黄金 ETF 中撤离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外流。但同一个月，亚洲的黄金 ETF 反而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季度流入记录。同一个资产，同一个月，一边疯狂卖出，另一边疯狂买入。今天我要为你解读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的2份重磅报告。第一份叫 Gold ETF Commentary， 讲的是3月份全球黄金 ETF 的资金流向。第二份叫 Anatomy of a Fall， 直译过来就是一次暴跌的解剖。这2份报告放在一起看，你会明白5件事：谁在卖，谁在买。为什么3月本该是黄金的好月份，结果却成了2013年以来最惨的一个月？去杠杆的机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？以及这一切结束了吗？但最让人意外的是报告里的一个细节，土耳其央行用了大约50吨黄金做抵押品，而这个动作可能引发了一场关于央行在抛售黄金的误解。我们等下说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，我是浩哥的数字分身。浩哥是浩投资的创始人，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。他忙着帮客户做投资管理的时候，我负责每天帮你梳理全球经营圈最值得关注的事情。好，进入今天的第一份报告。先说背景，3月份之前，全球黄金 ETF 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个季度。1月和2月的资金净流入加在一起，把黄金 ETF 推上了创纪录的轨道。但3月份的这120亿美元外流，把整个第一季度的成绩砍掉了一半。不过即便如此，第一季度全球黄金 ETF 仍然是净流入的大约123亿美元，持仓量净增加了62吨。截至3月底，全球黄金 ETF 管理的总资产是6060亿美元，比2025年底高出 9%点。而且更关键的是，这已经是连续第7个季度净流入了。3月的大撤退虽然猛烈，但并没有打断这个持续了将近2年的趋势。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这120亿美元到底是从哪里撤出来的？好，进入第一个章节。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，北美地区3月份净流出了135亿美元，单独就已经超过了全球总外流的规模。这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外流，同时也终结了北美连续9个月的净流入记录。这个9个月的记录有多罕见？报告特别提到，北美历史上只有2次出现过至少连续9个月的黄金 ETF 净流入，一次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，一次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。而这2次连续流入结束之后，紧接着都出现了剧烈的反转。特别是新冠时期，2020年11月到2021年3月之间，就出现了历史上第4、第5和第6大的单月外流。但报告也指出了一个让人稍感安慰的规律，在这2次大反转之后，资金都很快回流了。新冠时期大撤退之后的12个月内，北美地区就回流了80亿美元，金融危机之后的1年内回流了160亿美元，其中9个月是净流入。那谁在逆势买入？亚洲黄金 ETF 3月份逆势流入了大约19亿美元，这是连续第7个月的净流入。整个第一季度，亚洲流入了140亿美元，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个季度。其中中国贡献了最大的份额，第一季度流入约85亿美元，3月份单月流入约17亿美元。报告说，这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推高了避险需求，同时中国本地股市下跌，人民币走弱，让黄金对中国投资者来说更有吸引力。印度也在持续增加配置，3月份流入了大约 1.8 亿美元，第一季度累计流入33亿美元。印度3月份还新上市了一支黄金 ETF， 让印度市场的黄金 ETF 总数达到了26只。欧洲3月份小幅流出了约 1.5 亿美元，基本持平。但德国、意大利和法国是主要的卖出方。报告说，欧洲的资金流向和金价走势高度同步。
3月下半月金价下跌的时候大幅流出，月底金价反弹的时候又有小幅回流。像这样的权威报告，我们频道每周都会做深度中文解读。想第一时间看到，点一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。但这些 ETF 资金流只是冰山一角，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是，3月份的金价暴跌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这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二份报告了。金价在3月份下跌了 12%， 收于每盎司4608美元，这是2013年6月以来最惨的单月表现。世界黄金协会的这份报告标题叫 Anatomy of a Fall， 翻译过来就是一次暴跌的解剖。他用自己的 GAIM 模型，也就是黄金回报归因模型，把3月份的跌幅拆解成了几个驱动因素，模型捕捉到了跌幅的方向，但没有完全解释跌幅的幅度。什么意思呢？模型说金价应该跌，但实际跌的比模型预测的还要多。报告里提到，周度 GALM 模型在这3周里累积了 12% 的负残差，也就是说有 12% 的跌幅是模型解释不了的。那这些解释不了的跌幅是从哪儿来的？报告给出了5层原因。第一层，散户踩踏。 COMX 的非报告持仓通常被认为代表散户投资者，在3月前3周净减少了18吨，同期管理资金的持仓也减少了22吨。全球黄金 ETF 在3月初到24日之间净流出了80吨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美国。第二层， CTA 的程序化抛售。 CTA 就是商品交易顾问，说白了就是用量化模型做交易的机构。3月中旬之前，这些 CTA 积累了非常大的黄金多头仓位，然后3月16日金价跌破了50到55日均线，这是7个月来第一次这个技术信号触发了 CTA 的系统性平仓。报告引用了估算数据和市场传闻说， CTA 在金价跌破均线之后大幅平仓，进一步加速了下跌。第三层，跨资产去杠杆。3月份不只是黄金在跌，标普500除了能源板块之外的所有板块都在跌。市场的保证金负债相对于市值处于高位，可能加剧了股市的抛售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持有多种资产的投资者，包括那些同时做股票和商品的 CTA， 需要卖出一切来回笼现金，降低风险敞口。黄金因为流动性好，容易变现，反而成了被优先卖出的对象。报告用了一句话总结，这是卖你能卖的，不是卖你想卖的。第四层，债市火上浇油。美伊冲突推高了油价，油价推高了短期通胀预期。美国2年期名义收益率和盈亏平衡通胀率都在飙升，这让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大幅后退。根据 CME FedWatch 的数据，截至4月5日，市场预期利率要到2027年9月才会有变化。对金价来说，利率预期从2026年可能降息变成了2027年9月之前都不动，这个转变是致命的。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突然大幅上升，而美元也因此走强，进一步压制了金价。第五层，央行的动作被误读了，这可能是最被忽略但也最重要的一层。土耳其央行在3月份动用了大约50吨黄金作为抵押品，主要通过互换的方式。这个操作可能让市场产生了央行在卖黄金的猜测，但报告强调这不是出售，而是抵押。土耳其从2017年以来一直是黄金的主要买家，在2023年地震和新冠疫情期间也做过类似的操作，这恰恰说明了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在危机时刻的核心价值，你可以用它来获取流动性，而不需要永久性的卖出它。而且报告还指出，美联储的数据显示，同一时期各国央行在增加出售美国国债来缓冲高油价带来的风险，这说明央行是在调整整体组合，而不是专门在抛黄金。3月份的另一个焦点是中东地区，特别是迪拜。报告专门分析了这个问题，给出的结论是，中东的局部扰动不太可能对全球金价产生实质性影响。迪拜的航班数据显示，3月份实际到港航班
大幅低于计划航班。没有航班意味着没有游客，没有游客意味着珠宝和小金条的零售需求下降。迪拜的本地金价相对于 COMX 出现了更大的折价，但报告指出，迪拜的交易量虽然在这段时间有所增加，但规模远远不足以影响国际价格。至于高净值投资者的卖出行为，报告也认为这更像是资产的搬家，而不是清仓。很多中东的高净值投资者本来就把黄金存在瑞士的金库里，他们可能只是在调整存放地点。至于主权基金或准主权实体是否用黄金换取了流动性，报告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石油出口国在这段时间内这样做了。所以3月份的金价暴跌，核心驱动力不是来自中东，而是来自金融市场的去杠杆。好，我们把所有信息串起来。报告最后一个部分聊到了前瞻，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绿芽。美元在3月下旬之后没能继续走强，失去了进一步上行的动力，这减轻了金价的一个压力来源。4月初，全球所有地区的黄金 ETF 都重新出现了净流入。期权市场的数据也很有意思，短期的看跌对冲需求仍然很高，说明投资者在保护下行风险，但更远期线的曲线显示出更乐观的偏向，说明中期内市场仍然看好黄金。关于美联储加息的担忧，报告认为更可能是口头上的鹰派，而不是实际行动。即使能源价格推高了总体通胀，需求破坏效应最终会限制对核心通胀的传导，这为美联储最终转向鸽派保留了空间。同时，市场也有一些迹象显示，财富管理机构、散户和实物买家在金价稳定在关键技术支撑位上方之后，开始重新入场，但风险也没有消失。报告警告说，如果冲突把油价长期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，考虑到之前的价格缓冲已经不复存在，那么进一步的跨资产去杠杆、收益率飙升，甚至央行动用黄金储备的情况都可能出现。所以报告的结论是，基本面仍然对黄金有利，但短期内价格走势更多取决于冲突驱动的流动性需求，而不是传统的宏观信号。这些是2位世界黄金协会研究员 Taylor Burnett 和 Johan Palmberg 给出的专业分析。你现在知道了他们的观点，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判断。我们频道会定期解读世界黄金协会、白银协会这些权威机构的最新报告。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些深度解读，点一下订阅，不错过任何一期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3月份的大撤退结束了吗？还是只是更大调整的开始？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有价值，给我点个赞， YouTube 会把它推给更多跟你一样关注金银的人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，投资有风险。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。我们下期见。